嘛，愛記起贊購、起訂閱、起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嘿，大家好，我是美食水芊芊，大家早安。哎，不对，我上片的时候，好。现在是早上的5點54分，我今天早上4點半就起床的。我們今天要來去呷早頓，而且今天要吃的呢是本丸。為什麼？因為台式飯糰呢在國外爆紅，美國加州呢就有一個紫米的巨無霸飯糰，討論度非常高，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網紅去拍。一拍完之後，哇不得了！我原本這個主題其實前幾天就已經決定要拍了，結果昨天就看到那間就是爆紅的那間義美門市，它已經賣到料完全已經都全部用完了，所以我身為一個台灣人，今天怎麼能不拍一下飯糰呢？我今天呢特別挑選了幾間台北非常知名，在網絡上討論度很高的幾間飯糰店要來開箱。我來看一下我吃到最後呢，會不會真的服口嗎 ？Go go 啊！到了第一間劉媽媽飯糰。來了，買到了。首先第一顆，我們的劉媽媽飯糰，早上6點，它剛剛已經在排隊了。它是台北非常知名的飯糰，然後我買的是網絡上大家推薦一定要的紫米飯糰加鹹蛋黃。那首先我們現在稱重一下，378克左右，其實還行啊。而且你看它包的樣子。我的鹹蛋黃已經炸出來在這，因為大家都說一定要加，我有點緊張，因為其實我私心吼，對，等一下我忍不住還是想要先介紹我的小桌子，小桌子很久沒有使用了，終於炒飯系列的時候有拿出來一次，而且劉媽媽飯糰的有一個女生，不確定是不是老闆，好漂亮。哇，很好吃哎！它咬下去的蓬鬆度非常的剛好，而且它的油條啊非常的酥脆，完全不會刮嘴巴。你咬到它的脆度，但不會有油耗味。哇，那個口感之好哎！而且它肉鬆的香度也很好，還有它的鹹菜也不會傷鹹，很好吃哎！我有點小驚訝，因為我本來在想說，好，我今天要來拍飯糰系列，但因為我內心想說，飯糰應該大部分就是這個感覺，沒有實際就是到過比較知名的店。哇，不。有差哎，那個多美！我跟你講，這個價格真的不貴，因為它其實細節度滿滿，而且鹹鴨蛋一定要加，因為大家都會想說加這個會不會傷鹹，你知道嗎？不會，而且它那個蛋黃啊。它的香度非常剛好之外，它的蛋黄那個油脂味非常的夠，味道在你口中就是你會覺得有各種不同味道的層次感，你又不會覺得太多，然後很扎實，就突然瞬間被糯米塞飽的感覺，而且它的紫米非常的香 Q。380不貴哎，它用料真的用得很棒哎。好幸福哦！怎麼有種在吃蛋卷的感覺？來了，我們的第2間。我要一個爆漿飯糰，接下來是這間味鼎。我跟大家說，我真的是拿到現做飯糰，其實我覺得最難的一件事是真的好燙，因為剛剛第一間劉媽媽也好燙，我當一接過來就那也叫修。然後這間爆漿飯糰的話，它在網絡上討論度很高的其中一個點，就是因為它裡面有放那個半熟的蛋，我們等一下可以來吃吃看。這樣子一顆呢是100塊。它還有另外一個爆漿豬扒飯糰，然後是180。我剛其實有一點點想買它。那首先我們先來稱重試試看。這一顆呢是410克。我剛剛看他在做的時候，我覺得哇，那個手之巧。我以前都會看那個飯糰都會這樣捏，這次連續2間大家都不太捏，我覺得那個感覺跟我以前印象中的飯糰有點不太一樣。會不會這就是好吃的小秘訣？它的起司整個已經炸出來了。哇，香囊金桃，
那無哩呀，會孤單。会抱着蛋的人。快吃完了。我现在还沒吃到爆漿的地方，但我先就講它的糯米啊，我覺得它煮的還蠻剛好的 ，Q 軟度非常的剛好，然後也很飽滿。它的那個油條啊，其實是酥脆的，但因為我剛剛吃的劉媽媽那個油條真的又薄又酥，然後咬下去的那個香氣也比較夠，所以相較之下它的那個油條就會比較有口感跟稍微硬一點點。可是我覺得如果我是第一間直接吃這一家，我會覺得這家油條不錯，因為有些油條都會太硬，然後這間油條也算是我比較可以接受的那一種。然後它裡面其實有加那個半熟蛋跟它的起司，它起司量放蠻多的，所以它整個像菜脯啊，它放的量就超少，因為它可能是怕它的鹹度有點太高，所以整體吃起來跟一般我們在常吃的飯糰比起來有點不太一樣，有點比較 fancy， 有點西式的感覺。因为它爆漿的其中一點是它的半熟蛋嘛，不過就是我剛好也有看到評價是說它的半熟蛋有時候可能會不小心煮太熟，所以我剛好這一顆就是熟了，所以它就沒有爆漿。它也是水準之上的那個飯糰，可以理解為什麼它受歡迎。但對我來說，起司的鹹度稍微有點高，所以我覺得我如果點這個好，一定要再來一杯豆漿。有啦，這邊有爆漿的感覺，它起司整個很像溶液，你不覺得嗎？吃完了味鼎的爆漿飯糰，我覺得整體而言還不錯。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因為跟印象中的飯糰有一點點不太一樣，有點西式的感覺。下一間，來，接下來這一間呢是上順興香 Q 飯糰。它非常的特別，它有2個很熱門的，一個是2合1，一個是隱藏版。然後它的2合1呢，就是這個，它外面呢是半張的蔥油餅，然後裡面是包飯糰。隱藏版的話就是半張的蔥油餅，裡面是包飯糰的料，可是沒有飯那個米飯。這個呢，一個是85塊，可是它真的，你聽一下，哇，這個我們來稱一下，這個可以當早午餐嘛？它大到不行哎。653克，哇，怎麼這麼大？它已經夠我的臉差不多大了。我們現在吃一口，哇，好大！這才是真的枕頭哎！我們今天每個都在比，看起來最像枕頭。因為它其實很熱門哎，我們剛去到的時候呢，就是也是排隊。我還沒吃到料，你還拍不到我面，不要緊張。我還在蔥油餅，我覺得咬很多口，它好像那個大小還是不變哦。然後開始看到料了，還吃不到一半。首先呢，我覺得它的蔥油餅蠻好吃的，但我覺得它煎得很酥脆，所以你在咬下去熱騰腾的吃的時候，咬下去的時候，你還感受到它外面那種餅香。它的整體而言，裡面的飯糰啊，我覺得比較像我們常吃的早餐店，然後味道跟白飯煮的還不錯的那一種類型的飯糰，然後給的料蠻實在的，但是它的特色就在它外面的那個蔥油餅，我覺得它蔥油餅本身其實是蠻好吃的，因為它那個煎得夠酥脆，咬起來的香度也很夠。我要這麼大一顆85真的很划算的。
哇，它這裡還有加一點砂糖，我覺得它其實加砂糖其實蠻加分的，因為它其實本身的肉鬆跟它的鹹菜的味道都是屬於那種，就是鹹度其實不會很高，多那個砂糖的咬的那個脆皮脆脆的口感跟甜味出來之後，其實有點味變的感覺，因為其實比較大顆，所以其實吃到中間會有點小膩。我自己私心其實蠻喜歡吃甜飯糰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就是中間會包那個砂糖跟花生粉的那種甜飯糰，我很喜歡。我們剛量其他顆是大概多重？300多，然後600，哇，它是2顆的量，可是我覺得它吃起來不是2顆。好，吃完了這一間尚順興香 Q 飯糰，我覺得整體而言是 CP 值很高的一個那個飯糰，因為它很大一顆，所以它其實味道對我來說，我吃到其實1/3的時候就有點小膩了，所以我覺得大家在吃的時候，我覺得好像可以切半分，真的是分成早餐跟午餐吃。不過就是 CP 值很高，我覺得大家有興趣可以試試看，味道就是我觉得還蠻符合大家想象中的飯糰的味道。下一間。終於來到我們的最後一間了，這間是丸本丸，這間非常的厲害，為什麼呢？因為它1周只開2天，而且我們剛去買的時候，它整間店幾乎都是外國人。然後這間還有一個蠻大的特色是它的有名的飯糰是鴨賞飯糰，而且呢，它也是評分數多，然後評分也很高的一間店，所以我現在是蠻期待它。但首先我們先稱重一下，哎呦，336克。哦，現在飯糰的平均重量都大概300多克左右。你看，打開是長這樣，哦，聞起來香氣其實蠻不一樣的。我覺得它紫米吃起来的感覺比較甜口，那它跟劉媽媽都是紫米，可是口感其實蠻不一樣的。但我覺得2個都有一個很值得特別講的地方是，其實紫米很容易吃，就是煮的時候很容易吃到那種很硬的。這2間其實都煮的蠻好的，劉媽媽比較粒粒分明香 Q， 然後這一間丸本丸的紫米稍微比較偏軟一點點，軟多一點點的帶 Q， 然後甜感稍微重一點點。然後因為它不是那種我們常見的那种飯糰會有的配料，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其實會有點小小的驚喜。因為尤其是我現在吃的這是第4間，然後我其實這一次特別挑的飯糰有挑那種。就挑這4間的類型，其實都有特別挑很不一樣。現在剛好把這間鴨賞排在最後一間，就突然有一種味覺 refresh 的感覺。紫米比較偏甜，然後鴨賞我本來以為會蠻鹹的，但其實也還好，也是甜感稍微帶多一點點的那種醃製的鹹味。就是它有豆棗，有牛蒡，然後有海帶，鴨賞就是很像便當。然後它的那個油條啊，如果吃到很薄很酥的，可是也有吃到那種邊邊稍微比較硬一點點的，所以我本來其實要特別說，我覺得油條很薄很酥，可是又剛好被靠到嘴巴，所以就剛好介於我很喜歡跟突然又有一個很刮嘴的，就是介於2者之間，就是它就是屬於那種邊吃鳥邊捏的，不然它因為它的那個米飯它用的比較薄一點點，它蠻容易散開的。我要整顆飯糰的濕潤度其實算蠻高的，對我來說是加分的，因為我覺得飯糰很容易吃得太乾。吃完我們這一次的飯糰巡禮了，還好我這次都挑那種風格蠻不一樣的飯糰，所以呢，我覺得整體而言吃下來還是蠻有趣的。然後我自己呢，私心最喜歡的是劉媽媽飯糰，因為
它整個所有的細節都還蠻符合我的喜好的。但是我覺得每一家都有它各自的特色，因為其實我們會找這幾間，也是因為它在網絡上討論度非常高，而且我們去的時候每一間都在排隊，所以他們都各自有他们自己的擁護者，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吃吃看，尋找你自己最喜歡的飯糰的風格。然後現在整體吃下來呢，其實我沒有food coma，我算還行。最近拍攝下來food coma會比較嚴重的其實是麵線的那個特輯。移動的時候呢，睡着了，血糖升太高，所以飯糰我算是哎呦還年輕哦，還可以給它尬過去。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如果有其他想要推薦的飯糰店，也可以在下面跟我們留言分享。這次拍飯糰系列找了還蠻多間的，還有幾間遺珠之還沒有去吃，主要是因為同時性有點高，所以我很怕大家會以為是重播。所以呢，下次再來繼續解鎖其他間。謝謝大家，大家早安、晚安，拜拜。因為大家看這支片的時候是晚上，但是我們現在呢，其實才早上的8點。才早上的9點而已。